欧洲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自然之美与人类历史的交汇之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藏匿着无数令人陶醉的美景，每一处都宛如一幅艺术品，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辉煌。欧洲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大陆，每一座城市都是时间的见证者。从雅典的卫城到罗马的斗兽场，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到伦敦的大本钟，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文明的瑰宝，每一块古老的街石都沉淀着沧桑岁月。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艺术、哲学、科学的发源地，更是故事和传说的源泉。欧洲不仅仅是历史的博物馆，它还是大自然的花园。从北欧的峡湾到地中海的沿岸，从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到英格兰的草原，欧洲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湖光山色，森林深邃，河流蜿蜒，无不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塑造了一处又一处美轮美奂的风景。新视野将分成几期视频，为大家呈现欧洲最美的地方，展示这片土地的独特之处。我们将一同踏上一场视觉和心灵的旅程，领略欧洲最美的风景，感悟那份宁静与壮丽。罗弗敦群岛位于挪威北部，整个群岛都处在北极圈以内。群岛因冰川作用而形成，与挪威大陆隔西峡湾相望。从远处看，像一条似有似无连在一起的链子，因此当地人又称其为罗弗敦围墙。罗弗敦群岛散落在汹涌湍急的挪威海中，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人烟稀少。这一片人迹罕至的边境地带，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想体验令人难忘的大自然探索之旅，罗弗敦群岛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里有多种地貌形态，可以徒步旅行、滑雪、垂钓、海上漂流或潜水。它还是挪威最佳的冲浪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冲浪地。因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罗弗敦群岛的气候与同处一个纬度的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更为宜人。卓越的渔业、纯净的自然风光，以及远离喧嚣的独特渔村景色，让罗弗敦远近闻名。群岛散落在汹涌湍急的挪威海中，坐拥崇山峻岭，有深不见底的峡湾，热闹的海鸟聚集地，以及延绵无尽的海滩。夏有不落的太阳，冬有北极光。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一直依赖渔业得以生存，因此形形色色的小渔村也早已远近闻名了。近些年来，罗弗敦海岛上的渔民少了，旅游者和艺术家的数量却增加了。那些创造了罗弗敦历史的渔民棚屋，现今成了前来度假的游客居所。如果你喜欢在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享受安逸休闲的慢生活，那么一定不要错过罗弗敦群岛的雷讷村。它背靠经远古冰川侵蚀雕琢而成的山峰，面朝宁静而隐秘的峡湾，空气中还飘着大海特有的如诗咸味。罗弗敦群岛壮丽的自然景观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一些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瞬息万变的天气和梦幻壮观的光照条件，为艺术家带来灵感，过去数十年间不断吸引他们来到此处，这一点从当地随处可见的画廊和摄影展中可见一斑。
尼采曾说，当我想用一个词来表达音乐时，我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布拉格，这座欧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的历史、多姿的建筑、绚丽的色彩、丰富的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它是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布拉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70年，经历了无数次动荡、入侵、火灾和洪水。正是这种坚韧的过去，使捷克首都如此迷人。如今，其传奇的教堂、狭窄的街道、令人畏惧的山顶城堡和雕像林立的桥梁，营造出都市童话般的场景。即使是最疲惫的旅行者，也难以抗拒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拥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从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风格到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堪称中世纪各国建筑的博览馆。在旧城区，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能找到13世纪以来的古老建筑，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这里有千塔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称，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布拉格城堡建于公元870年，是世界最大的古城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宫，捷克的历届总统也都在此办公。圣维特教堂兴建于14世纪查理四世时代，直到1929年才完全建成，是布拉格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教堂。查理四世将它建成城市中最为显赫的一座建筑，这也是中欧地区的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一年中，布拉格每个月都要主办一些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其中有以各种音乐活动最为显著，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美妙的音乐之声。很多著名的历史古迹更是经常举办各种高水准的音乐会。历史上，布拉格是莫扎特、斯梅塔纳、德沃夏克等音乐家重要的活动场所。阿马尔菲海岸是意大利南部风光秀逸的度假胜地，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迷人的小镇和古老的建筑而闻名，也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来到阿马尔菲海岸，你可能会相信自己找到了人间天堂。高耸入云的海岸悬崖上长满了生机勃勃的植被，五彩斑斓的城镇与令人心旷神怡的地中海湛蓝海水并肩而立，营造出的景象，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旅行者也能停下脚步。纵观海岸线全景，仿佛展开一幅意大利南部的风景画布。海畔群山绵延如带，陡峭的山崖垂直伫立在岸边，无数色彩缤纷的房屋遍布山崖，青翠的葡萄树、橄榄树和大片梯田在山坡上组成翠色欲滴的背景，拥抱着悬崖下的如琉璃般湛蓝透亮的海洋。在阿马尔菲海岸线上散落着风景如画的小镇，那些悬挂在海滨山坡上的建筑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民间博物馆。阿马尔菲海岸的名称就来源于阿马尔菲这座小城，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一个市镇。这座小城位于一个深谷的谷口，被壮观的悬崖及辽阔的大海包围，多彩的海岸建筑依山而建，形成了阿马尔菲最独特的风景。阿马尔菲在10世纪至11世纪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领土原是拜占庭帝国那不勒斯公国的一部分，958年从拜占庭独立。在比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北方的海上共和国崛起前，阿马尔菲一度是最显赫的经济强国和商业中心，其商人在地中海和意大利的贸易中拥有支配地位长达1个多世纪。1073年，阿马尔菲公国被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
阿马尔菲的辉煌从此一去不复返。如今，这里变成了依赖旅游业生存的小镇，美好又富有。波西塔诺是阿马尔菲海岸上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小镇，海滨的陡峭悬崖将其一分为二，五颜六色的房子背山面海，从山腰倾泻到海边，郁郁苍苍的树林点缀其间，犹如从海里升起的一座中世纪的童话秘境。地中海周边从来不缺漂亮的风景，但是只有在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才能感受到大海与山崖间的海滨幻境。音乐是维也纳的灵魂，没有音乐也就没有维也纳。维也纳这个动听的名字自始至终都和音乐连在一起，古典主义音乐在世界上名闻遐迩。18至19世纪，这里更成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几百年来贡献了不计其数的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海顿等扬名全球的伟大音乐家都曾居住于此并从事音乐创作。时至今日，它仍影响和激励着当代音乐家。多瑙河的女神维也纳，既有着岁月历练的万种风情，又保留了一份世间最为纯粹的宁静与美好。华灯初上之时，静静坐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四周金黄的墙壁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沉醉在交响乐章如诗般恢宏与柔美的意境中，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放松与安抚。维也纳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这在城市的建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点缀在整个城市中，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廊中。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时代的辉煌为维也纳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雄伟建筑。维也纳的街区依多瑙河而建，围绕旧市区的环城大道以前是中世纪的城墙，在环城大道周围分布着维也纳著名的历史名胜古迹。这些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是欧洲建筑艺术精华的汇聚地。维也纳依山傍水，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与多瑙河形成的盆地里。西南部是阿尔卑斯山的余脉，赫赫有名的维也纳森林；北部是著名的万河之主多瑙河。维也纳森林水源丰沛，空气新鲜，给维也纳居民带来了大自然独特的恩赐，被维也纳居民称作“我们的肺”。维也纳还是一座文化城市，特别是19世纪在这里形成的咖啡文化，更引领了全世界咖啡爱好者的品味走向。咖啡诗人阿尔滕伯格的名言流传至今：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维也纳的浪漫与人文、历史和建筑都魅力无穷，极具吸引力。无论走街串巷寻觅历史古迹，还是博物馆和音乐沙龙，都会让人流连忘返，更有不虚此行的欣慰。雷克雅未克是一个兼具现代化和自然美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自然景观和生活方式而闻名。这里是全球最北端的主权国家首都。虽然格陵兰岛首都努克稍北一点，但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组成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冰岛人口约为37.6万，雷克雅未克地区人口约为24万，也就是说，冰岛超过一半的人都住在首都地区。根据殖民之书记载，英格尔夫·阿纳尔松于公元874年在雷克雅未克附近建立了居所，是首批来自北欧冰岛的永久定居者。
这座城市于1786年正式成立，最初是一个贸易城镇，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发展，逐渐转变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和政府活动中心。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环保、安全的城市之一。由于这里温泉众多，地热能源丰富，因此空中经常弥漫着烟雾般的水蒸气。使用古诺斯语的早期居民以为水蒸气是烟，便将这里命名为冒烟的海湾。雷克雅未克即为该名称的音译。历史上，雷克雅未克曾分别隶属于挪威和丹麦。在18世纪之前，雷克雅未克曾是一片农田，直到1752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决定在此发展工业，以带动经济增长。此后，制棉业、捕鱼业、造船业等逐渐在雷克雅未克发展起来。哈尔格林姆教堂是冰岛最大的教堂，伫立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无论你身在城市的哪一处，都能远远望到。城市周围是壮丽的自然景观，包括火山、温泉、冰川和海岸线。冬季是雷克雅未克欣赏极光的最佳时机。虽然冰岛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观赏北极光的地方，但冰岛靠近北极圈的黄金地段，所以每年有超过100个夜晚可以看到北极光。科学家预测，从2024年秋季开始，太阳活动将稳步增加，未来几年将是观看极光的最佳时机。冰岛位于地热活跃的区域，因此雷克雅未克周围有许多温泉和温泉浴场。蓝湖温泉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温泉之一，其湛蓝的矿泉水和富含矿物质的泥浆吸引着游客。阿尔加维是葡萄牙本土最南端的地区，以其美丽的海岸线、金色的沙滩、温暖的气候和迷人的小镇而闻名。提起葡萄牙，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里斯本和波尔图，可是对于欧洲人来说，葡萄牙的阿尔加维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度假胜地。碧绿清澈的海水、怪石嶙峋的海湾、充满风情的小镇、悠久历史的古迹，这一切都使得阿尔加维如此的与众不同。这里有近200公里长的海岸线，海水温暖，气候宜人，是享誉欧洲的度假胜地。20世纪60年代开始，阿尔加维逐渐成为深受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最初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游客。此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游客不仅到阿尔加维旅游，还在此定居并购置房产。阿尔加维温和的气候和每年较多的日照时间吸引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兴趣，被一些机构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养老的地方之一。阿尔加维以优质的海滩、充足的阳光、美食和相对低廉的价格赢得了许多国际赞誉，在2020和2021年2次荣获世界领先海滩旅游目的地称号，并在2012至2022年期间9次荣获欧洲领先海滩旅游目的地称号。高尔夫运动为阿尔加维赢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和荣誉，这里不止一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进行高尔夫运动的地方。阿尔加维充满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古老的城镇宛如时光隧道，石板路延伸至远方，悠久的教堂和城堡在夕阳的映衬下散发着悠久的历史气息。每一片土地都是一个古老传说的一部分，每一座城镇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在阿尔加维，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人置身于一片宁静祥和的土地。这里的风景是大自然对人类最美好馈赠的诗篇，是心灵漫游的理想之地。
雅典，欧洲第8大城市，是希腊政治、经济、商业、工业和文化中心。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记载的历史长达3400多年。城市以古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命名。雅典城内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基菲索斯河与伊利索斯河穿城而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令人兴奋的城市。古雅典是一个强大的城邦，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摇篮，是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场所的所在地。苏格拉底、希罗多德、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等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在雅典诞生或居住过。雅典也因此被称作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起源地。古雅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对欧洲及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雅典至今仍保留了很多历史遗迹和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被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雅典拥有2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雅典卫城和中世纪的达芙妮修道院。雅典卫城是雅典以及全希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被称为雅典民主的象征。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这些古建筑都是人类遗产和建筑精品，在建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古希腊奉祀雅典娜女神的地方，是重要的古希腊建筑物，被尊为古希腊与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是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之一。近2个世纪以来，希腊对神庙一直进行修复与重建。雅典的主要地标还有旧皇宫和雅典建筑3部曲，即希腊国家图书馆、雅典大学和雅典学院。此外，雅典还是现代奥运会起源的地方。1896年曾举办过第1届夏季奥运会。雅典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魅力的城市，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无论你喜欢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还是现代都市，雅典都值得深入的探索和了解。里斯本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首都，是一个融合古老历史与现代文化的迷人城市。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美丽的河滨风光、多样化的音乐和舞蹈传统，以及美味的葡萄牙料理，成为游客们探索欧洲之旅中不可忽视的亮点。里斯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仅次于雅典的欧洲第2古老的首都，比其他现代欧洲首都早了几个世纪。里斯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座城市见证了古罗马、摩尔人和基督徒等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遗产。在里斯本的老城区，狭窄的街巷中保存着古老的建筑、城堡和修道院，其中圣乔治城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壮丽的景观，还带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在16世纪，里斯本是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也是大航海时代的起点。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得到重建，并再次成为葡萄牙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贝伦塔是里斯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于16世纪初，为葡萄牙曼努埃尔风格的杰出代表，曾用作海防塔楼。它见证了葡萄牙曾经辉煌的历史遗迹，在大航海时代也是航海家们的起点。热罗尼姆修道院1501年开始修建，经历了100年才建成，规模宏大，是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完美结合。
1983年，贝伦塔和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里斯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著名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品。世界上最多的艺术收藏之一的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和全球最大的马车收藏的国家马车博物馆，是里斯本参观人数最多的2个博物馆。里斯本是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充满活力和浪漫的城市。无论是追溯历史、欣赏美景、品味美食，还是欣赏音乐和舞蹈，这座城市都能为游客呈现出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旅。麦泰奥拉位于希腊中北部，是一个几乎无路可通的偏僻的砂岩枫林地区。僧侣们从9世纪起便隐居在这些天柱世界。麦泰奥拉因其杰出的建筑风格和美丽的建筑群，以及宗教和艺术意义，于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名录。麦泰奥拉在品都斯山脉的边缘，山岩形状奇特多变，千姿百态，地质环境非常特别。几百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地壳的运动和海水的冲击，逐渐变为一片石林。神秘的谷地、高原、山脉错落有致地出现在一个平面，裸露的岩石、奇伟的山峰、幽深的山谷、叠翠的山峦，仿佛置身于一个空灵的世界。希腊语麦泰奥拉的意思是悬浮在空中，这个短语恰当地描述了这些非凡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据记载，第一批居住在麦泰奥拉的人是一群苦行僧，他们在公元9世纪登上了峰顶，居住在岩石的空洞和裂缝中，有些岩石高达600多米。如此的高度，再加上陡峭的悬崖，除了最坚定的僧侣之外，其他人都会望而却步。最初，僧侣们过着孤独的生活，只在周日和特殊日子在岩石脚下建造的教堂中礼拜和祈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修士来到这里，修道院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早期的修士们选择在这里居住，是为了逃避迫害。13至14世纪期间，面对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僧侣们先后在这里修建了24座修道院。如今有6座仍在运作，而其余的大部分已成废墟。此外，这里的16世纪壁画代表了后拜占庭时期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21年，罗马尼亚女王玛丽参观了麦泰奥拉，成为第1位获准进入修道院的女性。如今，仍有少数僧侣住在这里。巴塞罗那是一座充满活力、富有艺术氛围和历史底蕴的城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里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古迹遍布，素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文化古城，有地中海曼哈顿之称。带有哥特风格的古老建筑与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巴塞罗那令人迷醉的天际线。格局凌乱的小巷紧贴着新城区的边缘，古色古香的旧城区会忽然冒出工业时代的烟囱。在巴塞罗那，这一切的不协调似乎都顺理成章。巴塞罗那因其众多历史建筑和文化景点成为旅行者的目的地。很多著名建筑集中在老城的历史中心哥特区，这里有很多中世纪甚至罗马人统治时期的建筑。1850至1950年代之间修建的众多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为巴塞罗那增添了许多亮点，
尤其著名的是安东尼·高迪和多梅内克·蒙塔内尔的建筑作品。这些现代主义建筑中有8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高迪最著名的作品当属由私人捐资兴建的圣家堂。圣家堂始建于1882年，规模宏大，但至今尚未完工，成为世界上最大未完工的天主教堂。维森斯之家、贵尔公园、贵尔宫、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加泰罗尼亚音乐厅、圣十字和圣保罗医院，让这座城市光彩夺目，使巴塞罗那成为梦幻般的城市。巴塞罗那让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就再没有离开过。高迪打造的梦幻世界在这里成为了现实。无数有艺术梦想的年轻人踏上这片土地，追求自己的艺术家梦。无论是绘画还是建筑，这里都孕育了太多大师，久远的、现代的，还有许多即将成名的。只要来过巴塞罗那，没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那么多艺术大师。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塞罗那》让不少人选择了来这里旅行。电影中的浪漫气息不知让多少人倾倒。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段奇妙之旅，欢迎您再次与我们相约，发现更多欧洲最美的地方。愿这段旅程会留存在您的心中，成为激发您对世界无界好奇的源泉。让我们怀揣着这份美好，继续探索，继续发现，在旅途中找到生活的更多意义。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